欢迎来到本期深度解析。今天咱们不聊虚的，直接硬核开局。我们要扒一扒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周星驰新片《功夫女祖》的舆论风暴，抛开表面的喧嚣，来一场真正的数字取证。这部电影刚一上线，好家伙，网上铺天盖地全都是差评，各种负面热搜可以说是接踵而至。但是咱们今天得跳出情绪的怪圈，看看底层的硬核数据。说真的，你看到的那种所谓集体吐槽，真的是真实观众的反馈吗？还是说其实是你被操纵了？这份深度数据报告里有句话说的特别透彻，情感可以伪装，但数字极其诚实。确实，电影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很容易变成情绪宣泄的战场。情绪呢，可以被煽动，甚至被伪装，但只要你在互联网上活动，留下的数据足迹可是永远不会撒谎。所以咱们先来聊聊第一部分，所谓的口碑崩盘假象。让我们回到电影刚上映的案发现场，看看当时那股仿佛排山倒海一样的抵制浪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刚开始的时候，这波操作可以说是差点骗过了所有人，看起来太像是一次观众的集体反抗了。但只要咱们顺着数据稍微波斯抽检一下，就会发现不对劲儿。这种所谓的崩盘，很快就露出了非常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工业化的人工操纵痕迹。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部分：真实观众和所谓键盘影评人之间的较量。要破这个案子，咱们得先搞清楚两个截然不同的网络平台之间存在的巨大数据断层。你看啊，这背后的观影动机其实是完全错位的。猫眼淘票票上那都是真金白银买票的真实观众，人家图什么？就是周末花钱图个乐，追求的是娱乐和放松。但开放社区里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用户可以说是审美崇拜型，他们更倾向于把评价电影当成确立自己品味的一种标准，甚至拿它去跟20年前的巅峰神作做那种略显僵化的对比。不理解这个错位，就看不懂这场口碑撕裂。我们来看这组数据。购票平台上足足有65%的用户都是家庭和青年群体，他们看完电影后给出的评分是相当稳定且正向的。这跟那些开放论坛上每隔几个小时就如同过山车一样上下横翘的异常评分，形成了非常鲜明甚至是不可常理的对比。更绝的是什么呢？数据侦探们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简单说就是让 AI 去深度分析成千上万条评论的真实意图，结果发现两边的语义差异高达惊人的85%。真实观众的评论里全对具体场景的回忆，比如哪个笑点好玩，哪个特效不错。但那些所谓的影评呢，简直就像是从同一个负面词汇库里直接提取出来的一样，翻来覆去就是套路话、江郎才尽这些词儿。从语言学上看，这根本就不是同一群人在聊同一部电影。而且这把社交平台的算法被操纵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过一种现象，就是那种热度极高的负面评论往往带有一种典型的强推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条短评瞬间能拿到几千个赞，但点开评论区一看，底下几乎没有任何真实讨论剧情的互动。这就很明显了呀，这是人为用机器顶上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霸占版面，强行劫持潜在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第一印象。既然这根本不是真实的观众自然反应，那我们就顺藤摸瓜，进入第三部分，追踪一下这些水军的数字指纹，看看底层数据是怎么帮我们直接锁定这些背后嫌疑人的。咱们去看看首映当晚评论的爆发率，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大量的负面短评居然在午夜到凌晨3点这个时段出现了尖峰词，甚至在凌晨3点还能保持每分钟几十条的高频输出。大家想一想，正常人这会儿早该睡觉了吧？这种完全反人类自然生物钟的产出节奏，可以说是典型的机器人脚本运作特征了。我们的参考资料更是直接硬核提取了500个打低分的样本账号，把他们的数字行为轨迹全给画出来了。结果毫无悬念，这些账号展现出的是一种高度机械化、目的极其单一的行为模式，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活人影迷会有的举动。
最关键的实锤来了，这500个样本里，超过40%的账号完全是空心化的。啥意思啊？就是他们居然是在电影首映前不到1个月才突击注册的，之前就跟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动静，然后突然集体苏醒，极其专一的只对这一部商业大片打出极端的1星评分。其实尚未一想就知道，这绝对是被集中采购用来执行抹黑任务的公关账号了。而且通过语义聚类分析，这帮水军的工业化话术模板都被扒了个底朝天。你知道有多夸张吗？一大部分的差评都严格遵循着同一个3步走公式。第一步，先来个感叹或者叹气开头；第二步，赶紧表达一下对星爷过去经典老片的怀念；最后第3步，甩出一个早就预设好的负面标签收尾，简直就像是流水线上直接批量生产出来的一样。当然了，为了不被平台的反作弊系统发现，这些自动化脚本也是费尽心思，用上了同义词替换招，比如把烂片随机替换成圈钱，试图制造一种伪装的真实感。但这种看似不同，其实高度雷同的有序的混乱，反倒成了人工操纵最铁的证据。因为咱们真实人类在表达情绪的时候，语气的丰富度和变化度要远远比这种死板的词汇替换复杂了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这部电影明明是在全国各大院线同步放映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点赞热力图，就会发现那些把负面评论硬生生推上高位的点赞，竟然异常集中在几个特定的网关 IP 地址段上。说白了，成千上万个赞根本不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观众点的，而是出自同一个网络机房，是后台人工点赞群在极短时间内疯狂刷出来的数据造假。好，证据确凿，水军明晃晃的数字指纹也被我们抓住了，那就来到了我们的第4部分，真正的隐藏动机。到底为什么窝要费这么大劲儿，策划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抹黑舆论战呢？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对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讨论，而是一场极其精准的工业化的公关战。因为前期市场数据证明，大众还是愿意买单的。所以这场抹黑的终极目标压根儿就不是去影响眼前的集气票房，它的真实目的是通过铺天盖地贴标签，在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潜意识里强行植入星爷不行了这种概念。这是要从根源上摧毁创作者的权威性，系统性的打击公众对他未来所有项目的信心。数据统计推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必须警惕的事实。在这部电影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里，有高达40%是完全由有组织的水军以及他们刻意制造的跟风效应搞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我们过去很信任的开放社区评分系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资本和公关团队打仗的阵地了。它的客观性正在被严重透支。那么说到底，大家应该从这场数字取证中学到什么？在这个信息极其复杂、流量被高度操控的时代，如果你真的在纠结要不要看一部电影，我的建议是直接去看看购票平台上那些真金白银买过票的人是怎么说的，千万别被那些水军和算法操纵的标题党热搜给带了节奏。真正的观影体验得由你自己去确认，对吧？好了，随着今天这场深度数据挖掘的结束，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在这个评论随时可能被武器化、被利益集团批量制造的时代，下一次当你再碰到那种整齐划一的口碑崩盘时，你是打算把判断权交给一个虚假的刷单工厂，还是保持怀疑，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数据不会撒谎，希望咱们都能在喧嚣中保持清醒。感谢收听本期解析，我们下期再见。